总，不行啊，这台机床的转动RAM精度怎么调都达不到要求，废品率太高了。张总，您再给我1天，就1天时间，货我保证给您赶出来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，一台机床都搞不定，我养你们干什么吃的？订单今天交不了，我们都得喝西北风。这台床子太老了，核心部件磨损严重，除非有顶尖的老师傅来凭感觉和经验调教，不然根本没戏。舅舅，对，只有他能救我了。老林，待会儿别忘了去接小雨放学，孩子今天有体育课，得早点去。忘不了，正算着时间呢。舅妈，我来找舅舅。小浩来了，快进来。舅舅，你这次可一定要救救我啊！你这是干什么？有话好好说，快起来！救救我的厂子要完了，一台核心机床坏了，几百万的订单今天交不了货，我就要破产了。怎么搞的？你不是说厂子生意很好吗？就是因为接了个大单，结果机床掉链子了。舅舅，现在整个市里只有您的手艺能修好它，求您出山帮我这一次。我都退休了，而且答应了要去接小雨。舅舅，只要您肯出山，帮我渡过这个难关，我给您开业内最高的工资，不，工资之外，我再给您厂子每年纯利润的25%作为分红。振山，你都这把年纪了，别再跟着他折腾了。舅妈，这对我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关头。舅舅，看在我妈的面子上，您就当可怜可怜我这个外甥吧。分红什么的以后再说，你先起来，我先过去看看情况。小雨那边，我给他老师打个电话，让你嫂子先去接一下。谢谢舅舅，谢谢舅舅。舅舅，就是这台德国进口的5轴联动，死活跑不出图纸上的精度，费了10几箱料了。江总，这传感器我们都测过3遍了，这位老先生行不行啊？这可是带数控微调的精密设备，不是以前的手摇车床。切削面有轻微震纹，渗进量不稳。开机，让床子空转一遍，我听听。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按我舅舅说的做，开机！停！不用查传感器了。X 轴传动螺丝第3节的齿轮间隙偏了0.05毫米，次副电机反馈滞后。去，把防护罩给我拆了。听个香就知道间隙偏了0.05，电子微测仪都没读出来呢，这老头吹牛吧？行了，上料，走一道试试。这怎么可能？到底怎么样？你倒是说话呀！江总，神了，公差只有0.008毫米，比图纸要求的0.01还要完美，这绝对是大师级的手笔。看到了没有？这就是我亲舅舅，原国营1厂的顶尖8级技工，有他在，咱们厂什么顶级订单吃不下。小浩，机器虽然调好了，但磨损问题还在，我得留在这儿盯几天，随时微调，不然跑大量还是会出次品。舅舅，您就放1万个心在这儿坐镇，我之前在您家说的话，今天当着全厂员工的面再宣誓一遍。只要您帮我顶起这摊子，不仅给您业内最高的工资，厂里每年纯利润的25%，绝对1分不少算您的分红。大家伙给我作证！一家人，不说两家话，只要你能好好干实业，舅舅这把老骨头就算没白折腾。25%的分红。江总上个月连买个几千块的砂轮都拖拖拉拉的，老人家这大饼可不好咽啊。危机解除，准备接暴增订单。进进速度还是有点飘，不行，得再加0.02个丝。林工，这都凌晨3点了，您怎么还没睡啊？江总也是的，就算赶工，哪能让您一个人在这儿熬夜连轴转？丫头，精密件开不得玩笑，这老机器脾气大，我得随时摸着它的脉。小浩好不容易接个大单，
舅舅哪能拖他后腿？那你好歹也吃口热饭啊！江总连个夜宵都没给您点。没事儿，我都吃惯了。机器只要顺畅，我心里就饱了。你去歇着吧，别管我。亲舅舅在这儿玩命，江总倒好，朋友圈里天天晒去会所喝酒，老人家这图个什么呀？哎呦，赵总，您放心吧，那批高精度零件我已经攻克技术难关了。对，我连夜亲自带着团队调的机器，德国进口的床子也就那么回事，这礼拜肯定提前交货。老头子还挺管用，省了我大几十万的外聘专家费。江总，您找我？这2天老头子在下面干活，你眼睛给我放亮一点。江总放心，我一直盯着呢。林师傅确实厉害，基本上24小时连轴转，一步都不离机器。谁让你盯着他出不出力了？我是让你盯着他的核心技术。他调机床的时候怎么改的参数，动了哪个阀门，你都拿手机偷偷录下来，死记硬背也得给我记全了。可是江总，林师傅可是您亲舅舅啊，他现在也是在帮咱们厂起死回生。你懂个屁！亲舅舅怎么了？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要是核心参数全攥在他手里，以后这厂子是他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？去，给我盯死了！要是漏掉一个参数，你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。是，我这就去盯着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发财了！这些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！小浩，第一批5000件全部走完了，锅叉控制的稳稳当当，没出次品。舅舅您真行，这下咱们在行业里算彻底站住脚了。等这笔尾款一结，您老就是我们厂的头号功臣。只要能帮你挺过这关就好，我也算对得起你妈了。我这把老骨头实在扛不住了，回去睡半天。行，您回舅妈那儿好好歇着，接下来的事儿交给我了。对，全是我带着弟兄们干出来的，提货吧。喂，慧儿啊，啥？牧羊今天要去外河面试，小雨下午放学没人接。行，机床这几天我都调顺了，参数也稳了。下午我请半天假，我去接小雨。你放心吧。林工，您这是要回去休息了？您这连轴转了3、4天，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了，赶紧回去好好睡一觉吧。机器稳了，我下午去接趟我孙子。丫头，待会儿小浩来了，你替我跟他说一声，我请半天假。没问题，江总昨晚还发朋友圈庆祝大满贯呢，这点小事他肯定没二话。您快回吧。舅舅，大白天的正值班呢，您背着包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小浩，机器我已经调的没有一点毛病了。你表哥今天不在家，我下午得去接小雨放学，刚跟小雅说了，请半天假。请假？舅舅，您当咱们厂是街心公园呢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小浩，这几天我没日没夜的盯着，机器已经可以自己跑了。我也确实是有急事儿，大家都给我听好了，现在是咱们厂赶顶级订单的生死关头，客户天天在屁股后面催货，在这种10万火急的时候，居然有人以私事为由擅离职守。就是啊，咱们这批货多金贵，核心技工走了，万一机器再卡了壳，算谁的责任啊？小浩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耽误你生产了吗？江总，林工为了这批货熬了3个通宵没合眼，饭都没吃热乎的。现在订单保住了，他老人家只是去接个孩子，您怎么能说他是擅离职守呢？你一个行政懂个屁，这流量叫你妈！谁熬夜不是为了赚工资？熬夜是分内的事儿，但无视工厂纪律就是消极怠工。就算是亲舅舅，也不能坏了厂里的规矩，不然以后我这个老板还怎么管人？别人还以为这厂子姓林呢。老家伙风头太盛了，今天不把你压下去，以后工人还不知道听谁的呢。好，小豪，既然你非要讲你的规矩，那你说想怎么着？无组织无纪律，严重影响生产士气。按照厂规，扣除本月工资500元，全厂通报批评。舅舅，我也是为了厂子的大局，您作为长辈，总得起个表率作用吧？有意见吗？没意见，既然是你定规矩，扣就扣吧，算我请了假了。行了，都看什么看？吃完饭赶紧滚回来干活。亲舅舅拿命帮你赚钱，你却拿人当狗屎，江浩，你会遭报应的。老林，接个孩子怎么去这么久？快洗手吃饭，我都热了2遍了。路上有点堵车，厂里机器也忙，耽搁了一会儿。
奶奶，爷爷今天好奇怪，回来的一路上都不说话，连我给他买的烤地瓜他都没吃。胡说，爷爷那是想着机床参数呢，走神了。去洗手去。爸，这是什么？未经批准擅离职守，严重影响生产士气，罚款500元，全场通告批评。什么罚款？老林，江浩居然罚你的钱，你可是为了救他的厂子，连着熬了3个通宵啊！哎呀，你们懂什么？无规矩不成方圆。小浩现在是老板，底下上百号工人看着他呢。我作为长辈带头请假，他要是不罚我，以后怎么服众？服众？爸，他当初跪在地上求您出山的时候，怎么不跟您讲规矩？您给他连轴转卖命的时候，他怎么不跟您讲劳动法？现在危机解除了，机器顺了，他倒是跟您摆起老板的谱来了。牧阳，你怎么说话呢？那是你姑父的亲儿子，他刚接下大单子，压力大，脾气急点也是正常的。爸，您就别自欺欺人了。他今天能因为您去接亲孙子半天，就在全场面前羞辱您，罚您的钱，明天就能把刀子捅得更深。爸。我今天就问您一句，江浩当初答应给您每年纯利润25%的分红，白纸黑字签合同了吗？签什么合同？一家人签那个干什么？多伤感情。你表弟亲口当着全场人的面承诺的，大家伙都能作证。荒唐！职场上没有合同，别说全场作证，就算天王老子作证也没有用。财务是他的，账目是他的，到了年底他只要做个假账，说厂里没利润，您拿什么去要那25%？我何尝不知道空口无凭，却逼着从小看着长大的亲外甥画押，那不是让外人看我们老林家的笑话？江浩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，我是他亲舅舅，我救了他的命，他要是敢黑我这笔钱，他拿什么脸见你姑姑？爸，人是会变的，在几百万的巨大利益面前，别说舅舅，亲爹他都能翻脸。您明天必须拿着合同去找他签了。行了，越说越离谱，让我拿着合同去防自己家人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我的老脸往哪搁？不要再说了，这饭我不吃了。牧阳啊，你爸脾气倔，好面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江浩那种小人得志的做派，掏出那么大一块肥肉，爸，您这次怕是要在这个亲字上再打跟头了。林师傅，刚才质检那边说了，这一批次2000个样线全都是超高精度，合格率100%。好，只要大家伙手稳，咱们这牌子就彻底立住了。林工，赵总那边刚又追加了一笔300万的单子，这个月咱们的利润恐怕是建厂以来最高的一次。300万，好啊，小浩这下总算能松口气了。只要这孩子能走正道，我这把老骨头没白折腾。林师傅，您这心真宽，可江总现在想的可不是怎么谢您，而是怎么把这些利润全装进自己的兜里。妈，您看，这是这个月的财务预估，扣掉成本，纯利润直奔200万。哎呀，我的好儿子，这么多钱啊！你这厂子真活了。不仅活了，现在那是满血复活。不过，妈，我正愁个事儿。当初我请大舅出来的时候，为了让他使全力，口头答应过给他25%的分红。25%？那是50万呐！他一个快进棺材的老头子，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哼，你大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多钱，别把他吓出心脏病来！我也在想呢，他以前在老厂1个月也就拿几千块，现在我管吃管住，还给开高薪，再给50万分红，这钱给的我心疼。浩子啊，你是老板，规矩你说了算。你是他亲外甥，他帮你那是长辈扶持。再说了，你舅这人最要面子，只要你对他客气点，给他个几千块红包意思一下，他哪好意思真管你要这50万。妈，你说的对，他这人重情不重利。回头我把他的技术给小王掏空了，这25%，我看他拿什么找我要。哟，大舅辛苦了辛苦了，这单成了，全靠您老坐镇啊。小浩啊，利润上来了是好事，但设备折旧也要考虑进去。这几台德标的床子，大舅，技术上的事儿您费心，这不刚才结了一笔小尾款，我特意给您留了点，您拿着给小雨买点好的，这也是外甥的一点心意。这分红是月底一并算还是？大舅，您看您跟我还见外，咱们是一家人。年底大红包保管让您惊喜。小王那儿说您最近交的挺好，等他能上手了，我就让您老在家坐着数钱。265万，哈哈哈，这还扣除了好几笔招待费，今年这波直接起飞，年后高低得去提车了。江总，全年的明细和利润报告都核对无误了。车间的工人们都在问什么时候发年终奖放假，林工也在车间等您一上午了。知道了，催什么催？你去把大舅叫过来吧。
小浩啊，最后一批次的高精轴承全部装箱出货了，机器我也做了封存保养。你舅妈在家炖了肉，说是年底结清了账，让咱们一家人晚上一起吃个团圆饭。哎呀，大舅辛苦辛苦，今年这真是多亏了您老这根定海神针啊！您坐，我给您倒茶。茶就不喝了，还得赶紧回家。小浩，你这厂子现在算是彻底立住了。当初在全厂面前定的规矩，纯利润25%的分红，我也跟家里交代一声，算是给你舅妈吃个顶心丸。大舅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您是不知道，这厂子看起来红红火火，实际上到处都是窟窿。材料涨价，人工费高，设备又一天天的折旧，账面上那是真没挣到几个钱，堪堪保本呐。保本？小浩，每天吐出来的金疙瘩，可是我一刀一刀盯着走出来的。流水有多大，我心里清楚，你怎么可能没挣钱？哎呦，我的大舅，做生意哪是您算机器参数那么简单的？行了，虽然厂里没钱，但您是我亲大舅，就算砸锅卖铁也不能亏待您。这里头是8000块钱，是我个人掏腰包给您包的过年红包，图个吉利。8000，江浩，你当初跪在地上求我出山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纯利润25%，你拿这点钱是把我当要饭的叫花子吗？大舅，大过年的您这是闹什么？您这把年纪都退休了，在国营厂拿一辈子死工资也没见过什么大钱吧？我现在每个月给您发着高薪，您有份工资就该知足了。别的退休老人都在大街上捡纸壳，您还在乎这8000块不够？贪心不足蛇吞象啊！你跟我说亏空，你跟我说没赚钱，白纸黑字265万的纯利润，按规矩算那是60多万的分红。江浩，这是我一刀一刀切出来的血汗钱，你摸摸你的良心，够吃了吧？我看谁跟我讲规矩？我是老板，这里我说了算。报告，我明天就能让财务做成亏损200万的烂账，信不信？想要60万，可以呀，你拿盖公章的白纸黑字的合同去法院告我啊！没合同，你在我这儿就是一个臭打工的老头，钱就这8000，爱要不要，不要就给我滚蛋！这6000块钱就留着给你以后买良心药吃吧。江浩，记住今天的话。没有我林振山的手艺，你这黑心工厂迟早是一堆废铁。哼，老东西还搁这装硬骨头呢！你离了我这儿，去大街上要饭都没人给你个包，你就等着哭着回来求我吧！大舅，别用这种吃人的眼神看着我。商场如战场，我是在给您上课呢。江浩，当初你跪在我面前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说厂子要黄了的时候，我可是连夜背着包就来了，连轴转了几个通宵帮你调机器，才保住了你的命脉。你就是这么报答你舅舅的？对啊，我是求过您，可我也给您开工资了呀，每个月100把块呢。国营厂厂长都没您赚的多吧？您一个连电子表都看不明白的退休老头，能拿到这笔钱，该回去烧高香了。纯利润25%的分红，是你当初当着全厂几百号工人的面亲口承诺的，大家伙全都能作证。全场作证，大舅，您一把年纪了，怎么还这么痴心妄想啊？那些工人端的是我江浩的饭碗，拿的是我江浩发的工资，您去问问他们，谁敢站出来替你个外人说半句话，我明天就能让他滚蛋。您口口声声说分红，有书面合同吗？白纸黑字签字画押了吗？有录音凭证吗？法庭上可是讲证据的，大舅。就凭您空口白牙一句话，就想从我兜里掏走60万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好，江浩，算我林振山瞎了眼，就当被狗咬了一口，把钱结清，我走人。哟，这就想走啊？行啊，既然您非要跟我算得那么清楚，那咱们就把账算明白。上个月您没打报告擅离职守去接孙子，我当时念在亲戚面子，只扣了您500。但
后来行政部反馈，您这种消极怠工的行为给全厂造成了极度恶劣的负面影响，按最高罚则得扣1000。还有这段时间您说是加班，实际上吃喝拉撒睡全在车间里，厂里的水电费、空调费不是钱啊，这属于私占公司资源，折算下来再扣您1000块，不过分吧？8000块扣掉2000，剩下6000。这就是您所有的过年钱，拿着钱立刻给我滚出加工厂！我这儿庙小，容不下您这尊张口就要几10万的大佛。林师傅，饭点还没过呢，您背着包这是要上哪儿去啊？江总给您放年假了？老李啊，以后的活儿，大家伙得自己多上点心了。机床参数我都校准了，日常注意保养。我走了，不回来了。林工，您真走啊？林师傅，到底出啥事儿了？您可是咱们厂的大功臣啊！没有您日夜盯着，那几百万的高精单子早黄了。是不是江总没给您发分红？一块试金石，试出真假铜，厂子活了，也就没我这把老骨头什么事儿了。大家伙好好干吧，多挣点钱过年。江总怎么能这样？林工连着熬夜，命都快搭在机床上了。卸磨杀驴，过河拆桥，这办的是人事吗？走，大伙鼓掌，江总评评理，咱们不能让老实人流汗又流泪。干什么？造反啊！进门不是要敲门吗？江总，我们是粗人，不懂那么多规矩，但我们懂什么叫知恩图报。林师傅的手艺，整个市里挑不出第二个，他拿命帮您把厂子盘活了。您凭什么大过年的把人给逼走？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？怎么？那老头自己没本事拿钱，派你们来替他当说客。当初大家伙亲眼看着您在车间里许下的25%分红，人无信不立啊！您这么干，以后还有谁肯为您珍惜10亿的卖命？反了你们了！这是谁的厂子？这是我江浩的厂子，我是发你们工资的老板。没有那老婆地球就不转了。机床我都让人录下参数了，傻子都能按钮。老李，你以为你在厂里干了几年就可以教我做事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江浩，你今天能这么对你的亲大舅，明天就能这么对我们。这种丧了良心的地方，老子还不稀罕干了。好啊，想滚是吧？现在就给我卷铺盖走人！我看看听那个老东西说话。今天谁想走，老子绝不拦着。全中国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泥腿子满大街都是。行，江浩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你迟早会遭报应的。滚，都给我滚！扣除当月全部绩效，财务日结账，滚蛋！疯了，江总彻底被钱逼疯了，这厂子迟早要毁在他手里。舅舅，您这次可一定要救救我呀！我就要破产了，看在我妈的面子上，求您了。没合同，你在我这儿就是一个臭打工的老头。小浩啊，小浩，从小看着你长大，我总以为血浓于水，没想到在几10万面前，这层血缘关系竟然连一张白纸都不如。手艺不会骗人，但人会呀。这份屈辱，我林振山记下了。我倒要看看。你那抽走了骨血的黑心买卖还能活几天？都给我把手里的活抬起头来！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，以为老李他们走了，那个姓林的老头走了，咱们厂这天就塌了，简直是笑话！现在是什么时代？是科技时代，是数控时代。他一个62岁的退休老头，老眼昏花，连个智能机都玩不明白。你们真当他是神仙啊？小王，来。你大声告诉他们，刚才那台5轴机床，你能不能开得动？江总放心，那老头调机床的时候，所有核心参数、进速度，我连排带记全给弄下来了。咱们就照着按按钮，机器照样出金条。刚才那几个件我都看了，一点毛病没有。听见没有？有了参数，换个人按流程操作都能出合格变。咱们这厂子靠的是我对接的订单，我为大家争取到了不少工作机会。那位同事靠着熟人关系，在厂里行事风格强势，还说要调整几10万的利润分配，我觉得不合适，脱离了现在的工作体系，他很难找到适配的岗位。江总英明，跟着江总才有肉吃。今天留下的，本月每人加200块奖金。至于那个老东西，不出1周，他肯定饿得受不了，连滚带爬的回来求我。到时候我让他扫厕所，他都得感恩戴德。干活！各位同行老总啊，跟大伙聊个事儿。之前在我们厂共事的林振山，最近已经不在这边工作了。这老头倚老卖老，毫无契约精神，偷窃厂里商业机密不说，还煽动工人闹事。大家招人的时候可得擦亮眼睛，这种老鼠屎谁用谁倒霉呀！喂，老刘啊。老林，你怎么搞的？那个江浩在咱们市所有的行业大群里发你的黑料，说你偷窃机密、煽动闹事，他这是在封杀你啊！现在全行业的老板都知道这事儿了，
你这还怎么找下家呀？老刘，我知道了。难为你还特意打个电话告诉我。你得赶紧去澄清啊！不行，你去给他服个软，毕竟是你亲外甥，你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！你都62了。服软？老刘，我这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，没什么后路可留。但他江浩以为封了别人家的门就能管得住我的手？我8级宫的章是靠手里的锉刀一下一下搓出来的，不是靠他在群里几句狗吠决定的。他既然把路做绝，那咱们就走着瞧，看看他那些参数能保他几天的命。老林，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小浩那边的订单都赶完了吧？快洗手，我给你炖了你最爱吃的排骨。不用等了，活儿干完了，以后我也就不去了。不去了？不是说年底结清账，晚上还准备叫小浩一家来吃个团圆饭的吗？那25%的分红结下来没？爸，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江浩那小子又跟您玩什么文字游戏了？他到底给您结了多少钱？什么分红不分红的，全当我是白出了一场力。咱们吃饭吧。喂，刘叔，对我爸刚进门，什么群里发内容？江浩发什么了？他居然敢倒打一耙！好，我知道了，刘叔，谢谢您通知我。爸，江浩不仅黑了您的分红，1分钱没给您，还在全市机械加工老板的微信群里发语音造谣，说您倚老卖老、偷窃工厂核心机密，还煽动工人闹事儿。他这是在全行业封杀您，要断了您的后路啊！这怎么可能啊！小浩当初可是跪咱家这块地砖上声泪俱下求你去救命的，他怎么能干出这种狼心狗肺的事儿？老林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60多万分红呢？60多万，哼！他扔在地上8000块钱打发叫花子，还翻旧账扣了我2000违纪费，剩下的6000像羊纸钱一样摔在我身上，让我滚出工厂。作孽啊！你为了他那个破厂，连着3个通宵没合眼，吃坨掉的泡面，睡漏风的行军床。现在他厂子盘活了，有钱买别墅开红车了，就这么糟践你这个亲大舅！我不信他良心被狗吃了，我这就找他们算账去。找什么姑姑？他们娘俩根本就是一路货色。爸，您咽得下这口气，我咽不下。我现在就开车去他厂子里，把他那个真皮老板椅给砸了，我让他把吞进去的血汗钱连本带利给我吐出来。站住！爸，难道我们就这么捏着鼻子认了吗？别人把脏盆子都扣到您头上了，全行业的老板现在都在看您的笑话。您为了那个所谓的亲戚面子，被别人踩在脚底下很撵啊！牧羊，你这冲动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改？你现在去砸场子，除了中了他的圈套，还能干什么？你一动手，他马上叫保安说你聚众闹事，明天就能把你送进拘留所。你爸说的对，那小畜生现在六亲不认，只认钱，你斗不过那些阴招的，去闹事只会把你自己搭进去啊！那这事难道就算了？闹事人就活该被欺负？算，我林振山活了大半辈子，靠的是手里这把锉刀。江浩抢走的是表面的参数，但他抢不走刻在骨子里的真本事，不算。但这笔账我们不是用拳头去讨，是我识人不清，吃了这血缘亲情的哑巴亏，我认栽。但他江浩以为封了行业的群就能饿死我这个手艺人，那他就大错特错了。在这个行当里，能让人真正挺直腰板的，永远是不可替代的技术。我倒要看看，离了我的微调手艺，他手里那几台德国机床究竟能为他造几天的钱。爸，都几点了？歇歇吧。江浩在群里闹得沸沸扬扬，现在那些厂老板都跟躲瘟神似的避着咱们，您看这些图纸还有什么用？牧羊，人能被封杀，但手艺不会。江浩以为偷走了几个参数就能吃定高端市场，他太天真了。这几天我在江浩那儿发现，现在的德标机床虽然先进，但在处理耐高温钛合基件时，共振频率有个死穴，全是能压住这个公差的，除了我没几个。您的意思是，他那批大单子迟早得砸？老林，刚才你妹就是江浩他妈又给我打电话了，假惺惺的道歉，说只要你肯回去帮江浩调那台新到的进口机床，条件好商量。哼，回去当他随时能扔的抹布。慧儿，告诉他，我林振山这辈子没回过头。牧羊，你不是失业了吗？敢不敢陪你老爸疯一把？爸，你想干什么？既然他们觉得我这个老头子是老鼠屎，那我就自己立一个灶台。他江浩做不了的精细活，我接。他黑掉的60万，我要让他亲手翻倍吐出来。我要自己开个厂，做别人做不了的死活。好，大不了咱们把这房子抵押了。爸，我给您跑业务。
离了您，他们那帮聪明人能不能磨出一颗螺丝星？牧羊哥，咱们公司最近的战略调整你也知道，为了聚焦核心业务，需要进行一些组织架构的优化。这是 N+1的补偿方案，公司已经做到了最大程度的体恤。我知道这很突然，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我带的项目上周刚刚拿了季度奖。我懂，但是这次裁员是按整个业务线来的，不针对个人。下午人事会跟你办手续，今天就可以不用来了。知道了。牧阳，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妈，公司裁员了。裁员？好端端的怎么就裁员了？那你怎么办？小雨明年就要考大学，房贷下个月又要还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您别急，我明天就出去找工作。我这么多年经验，不怕找不到。天塌不下来，爸还没老到要你一个人扛的地步。你爸那个退休金，都怪江浩那个小畜生。要是那60多万分红拿回来，咱们家也不至于这么难。父亲刚被亲外甥坑骗，我又丢了工作，这个家现在全靠我了，我绝不能倒下。喂，妈。浩子，我刚听你二姨说，你那个表哥林牧阳被公司给开了，现在也失业了。真的假的？太好了，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！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你大舅刚从你这儿走，他儿子又失业了，这一家子可怎么过啊？过，他们过不下去了才好。妈，您就等着瞧吧。老东西没了收入，小的也没了饭碗，不出3天，林振山肯定会带着林牧阳一块跪到咱们家门口，哭着求我收留他。到时候我让他当保安，让他儿子去扫厕所，1个月给他们开2000块，他们都得对我感恩戴德。跟我斗，他们还嫩了点儿。林振山，你不是有骨气吗？现在你儿子失业了，我看你的骨头还能硬几天。喂，老张啊，我是振山，跟你打听个事儿，最近市郊有没有要转手的小机械厂？对，不用太大，设备基础好点的就行。老林，别太急了，牧阳也正在网上帮你找着呢。创业不是1天2天的事儿。爸，我问了几个中介，现在转让的厂子不少，但靠谱的没几个，要么是设备已经报废了，要么是产权有纠纷。喂，刘厂长吗？我林振山，我想问问，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周启年的老板？对，听说他有个厂子要出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，老刘。牧阳，跟我走，去看看这个启年机械厂。林师傅，您可算来了，快请进。厂子就是这个样子，设备虽然老了点儿，但我一直当宝贝似的伺候着，日常保养从没断过。周叔，您这厂子看起来底子不错，怎么会？没技术啊！现在市场上那些高精度的活儿，我这儿根本干不了，只能接点这种利润比纸还薄的粗活儿。工人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，欠了一屁股债，实在撑不下去了。老周，你这台床子是好东西，就是被你给委屈了。林师傅，牧阳，我就不跟你们绕弯子了。这是厂里的账，现在还欠着银行80多万的贷款。我也不指望卖多少钱，只要能把这窟窿堵上，我就烧高香了。老周，你这个厂我要了。爸，80多万，我们去哪儿凑这么多钱？但是我1分钱转让费都不会给你。我有个另外的合作方法，就看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。林师傅，我老周虽然是落魄了，但也不是这么任人戏耍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1分钱不给，就想白白拿走我这辈子的心血？爸，你疯了吗？咱们现在是求人，不是来砸场子的。80多万的债务，人家凭什么白送给我们，还让你进场？老周，你先别急，听我说完。我问你，这个厂子你现在挂牌80万往来卖，有人接盘吗？没人买，是因为所有人都看得到，这个厂在你手里就是一堆不断产生债务的废铁。但是
在我林振山的手里，它就能变成一座金山。你把它卖了，最多就是还清债务，两手空空回家养老。但如果跟我合作，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。你出厂房、出设备，我出技术、出订单。从今天起，这个厂由我说了算，我负责让它起死回生。至于你，你不用出1分钱，也不用操任何心。作为场地的提供方，你占这个厂未来纯利润的20%。20%的纯利分红，不收我1分钱转让费。没错，我帮你还清80万的债务，那是厂子未来要承担的成本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年底等着分钱就行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现在就拒绝我，然后继续抱着你这一堆废铁，等着银行来查封。江浩那个忘恩负义的小子，能在短短半年内把厂子做那么大，靠的就是眼前这个老人的手艺。我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林师傅，不，林总，我赌了，我老周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，您算一个。我信您的手艺，这个厂从现在开始您说了算，别说20%，就算只给我10%我也干。好，那从今天起，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兄弟了。爸，您失去的一定会亲手拿回来。老周，机器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只要有好手艺，就没有救不活的铁疙瘩。对了，林总，有个机会，也是个烫手山芋。我一个老朋友，他那边接到一个汽车配件的紧急试单，要求精度非常高，动差要到0.0115毫米，他自己的厂子做不出来，正到处找人救急。爸，我们厂子刚接手，工人都没到位，接床情况也不明，这么急的单子能行吗？样品要求今天下午就得送过去，要是合格，后续就是一笔200万的长期订单。对方说，只要能拿下，可以先预付30%的款。钛合金转动陶套，这个活儿有点意思。走，去看看你那台德系老城厂。爸，这是……嘘，别打扰林总，这是老师傅的绝活，听解变故障。主轴轴承有轻微的磨损，但问题不大。X 轴的4伏电机响应有点迟滞，补偿参数不对。老周，通电空转我看看。行了，停。拿块料来，走一刀。周叔，到底怎么样？合格，太合格了，误差只有0.009毫米，比图纸要求的精度高了将近1倍，神了！林总，您这手艺真是神了！发过去了，成这次肯定成了。好，没问题，保证保质保量完成，合同马上签。成了，林总不养。对方看了样品，当场拍板，200万的订单拿下了。合同已经发到我邮箱了，预付款60万，现在就打过来。到账了，我们厂活过来了。江浩，你绝对想不到，被你踩在脚底的这门手艺，才是这个行业真正的王牌。先吃点东西吧，工作的事儿不着急，慢慢找。以你的资历，肯定能找到比以前更好的。妈，没那么容易。现在大环境不好，我这个年纪高不成低不就，很尴尬。投出去几十份简历，连个回信的都没有。别急，天无绝人之路。爸这边厂子刚开张，那60万预付款扣掉要还给老周朋友的材料费和启动开销，剩下的钱还能撑一阵儿。老林，光撑着也不是办法呀。你只管技术，可买材料、跑合同、跟客户对接这些事儿，总不能都让老周一个人干吧？他毕竟只是场地入股。爸妈，你们别愁了。牧阳，你工作我不找了，与其在外面看人脸色，等着被淘汰，不如回来帮我爸。你说什么胡话？
你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，搞互联网的，怎么能到车间里去当工人？那不是把你这10几年都白费了吗？爸的技术就是咱们家最大的宝藏。现在厂子缺的不是工人，是懂管理、能跑业务的合伙人。爸负责把技术做到顶尖，我来负责把咱们的技术卖出去，让它变成实实在在的订单。爸，我不想再做什么白领了，我想跟着您做点实实在在的东西，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事业。您觉得我行吗？行，怎么不行？你是我林振山的儿子，只要肯学，就一定行。爷爷、爸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小雨来了，爸现在是这个厂的副总了，以后负责跑业务。哇，那爷爷是总裁。爷爷，咱们的厂子是不是以后会比那个坏蛋江浩的还大？那就要看你爸的本事了。那我也是厂里的一员，我负责后勤保障，以后每天放学我都来帮忙。爷爷，等我高考完了，你也教我技术好不好？我也想跟您一样，能造出那么厉害的零件。好，只要你想学，爷爷就把压箱底的本事全都交给你。爸，您都快20个小时没合眼了，去旁边行军床上眯一会儿吧。这里我跟周叔盯着。不行，这第一单是咱们镇山精工的门面，比黄金还贵重，必须万无一失。周厂长，林总也太较真了，我看了，前面出来的件个个都跟艺术品似的，根本不可能出问题。你懂什么？这叫匠心。你林总这手艺，多看1分钟都是在偷师。停机，马上！林总，机器跑得好好的，离完成就差最后几10个件了，这一停，重新预热校准又要耽误半小时。看到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技术疲劳，刚才那一声异响就是卡扣撑不住的动静。如果再让它转下去，不出10分钟，管道就会在高压下崩开，冷却液喷溅到主轴和刀具上，不但这批最后的零件全部报废，还会对主轴造成不可逆的损伤。我的天，这要是真坏了，修一下主轴至少得10几万。林总，您这耳朵是神仙吗？开机，完成最后的工序。林总，牧羊成了，全部完成了。周叔，合格率怎么样？2000件，抽检500件，零失误，零差评，合格率100%。林总，我服了，是您救了这台机器，救了我们厂。我以前总觉得我技术不错，今天见了您，我才知道我连学徒都不配，以后我就跟定您了。牧羊，记住，人品是咱们立身的根，而这100%的合规率，就是咱们镇山精工站稳脚跟的命。喂，妈，又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这正忙着呢。耗子，我刚听你二姨说，你那个大舅，他好像在外面自己搞了个厂子。什么？自己搞厂子？就凭他哪来的钱？怕不是被人给骗了吧？听说是接手了一家经营状况不太好的工厂，你表哥林牧阳也跟着他一起参与了。你说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也太出乎意料了！一位前辈，一位有经验的中年人一起经营工厂，他们是打算尝试新的事业方向吗？你可别不当回事。妈，您就放心吧，他那点手艺离了我的订单和厂子一文不值。我等着，不出1个月，他们就得哭着上门求我收留。老东西，给你脸了是吧？还敢自己另立门户？我今天就让你知道谁才是爷！牧羊，你再点一遍，一件都不能少，这可是咱们的开门红啊！放心吧，周叔，都对了好几遍了，爸对质量的要求，您还信不过吗？爸，您的电话。喂。哟，大舅，听说您最近发大财，自己当上老板了？怎么着，在外面要饭要的不顺利，想起要自己搭个棚子了？江浩，有话就说，我这里很忙。忙？忙着给你那对废铁擦灰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这大发慈悲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明天之内立刻滚回我厂里上班。你要是回来磕头认错，你之前那点工资，我可以考虑发给你。江浩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爸不欠你的，你之前侵占我们家的分红，这笔账我们迟早给你算清楚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被公司开掉的人啊！怎么找不到工作，只能跟你的老父亲抱团取暖了？就凭你们那个破厂，还想跟我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滚回来，我立刻就去相关部门申请冻结林振山所有的薪资账户，让他1分钱都别想拿到。你们就等着喝西北风吧。爸！这个畜生，他简直无法无天了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还冻结薪资，还以为他是谁？
孩子，记住，永远不要和失去理智的人争执。他现在打电话来，气急败坏的叫唤，恰恰说明我们的存在让他害怕。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事儿做好，客户在等着我们。这100%合并率的产品，就是我们最有力的回击。牧羊，通知货车准备发货。牧羊，别气了，跟那种人生气不值得。他这是看咱们第一单做成了，眼红了，急了。爸，您听听，他说的是人话吗？还冻结您的薪资账户，他以为他是谁？这笔账我一定要给他算。牧羊，记住，永远不要和一条疯狗对咬。他现在打电话来，气急败坏的叫唤，恰恰说明我们的存在让他害怕了。请问是镇山精工吗？我们是来拉那批钛合金轴套的。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等着我们这100%合金率的产品，就是我们最有力的回击。牧羊，发货！废物，都是废物！偷来的参数都给你了，让你照着按按钮，还能给我跑出一堆废品来！江总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机床最近越来越不稳定了，有时候精度突然就偏了，我们实在是调不好啊！滚！再去卧室！调不好，你们这个月奖金都别想要了！老东西，肯定是你搞的鬼，跟我玩这套！我今天就让你知道，这市里到底是谁说了算！爸，这个客户要求更高，是军工级别的配件。我们厂里的设备能行吗？设备只是基础，手艺才是关键。这个活能做。江浩，你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。舅舅，玩够了没有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立刻马上关了你这个破烂加工坊，跟我回去。你走吧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没什么好说的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没有我，你连退药金都拿不着。你以为你这破厂子能开几天？没有我的订单，没有我的人脉，你连块废铁都买不到。从你把那几千块钱扔在我脚下，践踏我尊严的那一刻起，我林振山就没有你这个外甥了。亲情被你拿去换了钱，如今你和我之间连半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好，林振山，你给我等着！离了我看你这破厂子能撑过1个月吗？到时候你别哭着跪着回来求我。江总，我们这儿庙小，就不劳您大驾了，请吧。我正要给您打电话呢，那批货的进度。江浩，你别以为你交不出货，我们集团整条生产线都停了，一天的损失就是几十万。赵总，您息怒，技术上出了点小问题，您放心，我今天不半天之内保证给您解决。我再信你最后一次，如果今天下午6点之前，我的人在仓库门口看不到货，你就等着收我的律师函吧。都他妈是死人吗？让你们调个机器调了3天，连个屁都调不出来，让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用？张总，那老林师傅走后，这机器的脾气越来越怪，我们对着参数调，可出来的这就是不行啊！我不管什么行不行，今天交不出货，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卷铺盖滚蛋！牧羊，咱们首战告捷，这口气儿可不能松。你看，这是老朋友介绍的另一个活，要求更高，但这也更严。周叔，这事儿得我爸拍板，他定的规矩，咱们要做就做别人做不了的精品。您好，请问你们找谁？我找林振山，林师傅。我听朋友说，你们这里能做高精度的钛合金加工。我就是林振山，不知老板怎么称呼？我姓赵，林师傅，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我有一批高精密度的转弄导套，原先的供应商江浩连续半个月交不出合格纸，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生产计划。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的实力。这是我们要的样品，共差要求在0.01毫米以内。赵总，您看看这个，这是我们刚给客户交完的货。赵总，怎么样？0.009毫米，居然是0.009毫米，比我要求的精度高了将近1倍。江浩那个小子给我做的样品，毛刺都处理不干净，你们这儿随手拿出来的成品，简直就是艺术品。林师傅，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，江浩那边那笔200万的订单，我现在正式取消，全部转给你们镇山精工，按这个质量来，敢不敢接？赵总，您是说江浩那200万的订单都给我们？200万只是开胃小菜，林师傅，我需要的不是一次性的救急，而是一个能长期稳定提供这种艺术品级配件的战略合作伙伴。我正式提议与贵厂签订为期1年的长期供货协议，每月订单量保底800万，上不封顶，前提是
所有产品必须维持今天这个0.009毫米的精度标准。赵总，这数额太巨大了，我们厂目前的产能……赵总，感谢您的信任，订单我们接，但是我有2个条件。第一，所有从我厂里出去的件儿必须由我亲自质检点头，只要有1个不达标，天王老子来也绝不出货。我就是要您这份较真儿。第2个条件呢？第二，为了保证品质，我们需要立刻升级部分老旧设备，扩充原材料储备，所以这笔长期订单我们需要预付80%的货款作为启动资金。哈哈哈哈哈！林师傅，您真是个实在人，钱从来都不是问题，品质才是。别说80%，只要您敢保证产能和质量，100%预付都行。助理，马上改合同，所有条款按林师傅说的办。财务那边，现在立刻马上把款打出去。S 银行以尾号契约期限的老李，我们真的活过来了，这个厂子真的活过来了。爸，640万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从今天起，咱们镇山精工吃饱了。这位赵总跟我们签了1年的长期大单，未来1年我们有做不完的活，大家再也不用担心下个月的工资了。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，我们能拿下订单，靠的是100%的横击率。从今天起，厂里的每一台机器都给我打起12分精神伺候，每一个从你们手里出去的零件都必须是能上展会的精品。谁要是敢砸了我们镇山精工正骨的牌子，别怪我林镇山翻脸不认人。放心吧，林总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牧羊，联系设备商，把那台最旧的3号机床换了。另外，再招10个熟手老师傅，咱们的产能要立刻拉满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不行，完全不行，江总，这台机床的中央处理器好像都在排斥我们的操作，只要一开机，刀库就自动报警，参数完全乱套了，这已经不是微调能解决的问题了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林镇山在的时候，这机器比狗都听话，他一走，你们连个按钮都按不明白了吗？江总，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啊！林师傅在的时候，他每天都花几个小时保养调试，听声音闻气味。他说这些机器都是有灵性的，我们真没那本事啊！这机器现在就认他一个人，还调什么？我听我老乡说，赵总那个200多万的大单子早就被一个叫镇山精工的新厂抢走了。镇山精工？那不是林师傅自己开的厂吗？说什么？谁再敢提那个老东西，马上给我滚蛋！江总，我们不提他，我们来是想问问我们的事儿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不想干了是吧？不想干就都给我滚！我这不养闲人。滚！我们当然要滚，但在滚之前，请江总把这个月和上个月欠我们的工资，还有之前许诺的奖金都结一下吧。对，结工资！这畅总的眼看就要都黄了，再不发钱，你跑了我们找谁要去？今天不给钱，谁也别想走！你们这是要造反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们……让我们怎么样？让我们也滚蛋！江总，你现在连活都开不起来了，我们不走，留在这里喝西北风吗？我们都是养家糊口的人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喂，干什么呢？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就敢乱闯？让江浩那个缩头乌龟给我滚出来！欠了老子几百万的材料款不还，电话不接，玩失踪是吧？今天不给钱，我把这厂子拆了！李总，王总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怎么闹到厂里来了？哼！往里请。各位老总，都先消消气儿，坐下喝杯茶。账款的事情是我们的财务疏忽了，我马上让他处理。处理？江浩，你的财务电话都打不通了，我压在你这儿的钢材款1个季度了，分文未付。你拿我的钱去买跑车、买别墅，当我们是傻子吗？看清楚这是什么？法院的财产保全停顶书。因为你连续1个月交不出货，我们集团的生产线已经停了半个月。按照合同，违约金高达300万。你的公司账户现在已经被我申请全部冻结了。王总，您不能这么做啊！再给我3天，就3天时间，我保证把货给您补上。3天？你的保证现在连个屁都不值。江浩，你这厂子早就空了，你把所有人都当猴耍，现在轮到你自己当猴了。去仓库，所有贴着我们公司标签的原材料一件不留，全都给我搬上车运走，能晚回一点是一点。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，连生产的料都没了，咱们上个月的工资还没发呢，这下找谁要去？不能拉走，你们不能拉走，这是我的，都是我！
怎么会这样？我的钱，我的厂子，全没了。谁呀？这么晚了？嫂子，我带大家伙来看看我哥。哎呦，镇山哥，我们听说你现在自己当大老板了，特意来给你道喜呀。我们家地方小，可招待不了这么多人，东西都拿回去吧，我们受不起。哥，你是我亲哥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小浩他知道错了，他真的知道错了。姑姑，有话说话，别动不动就来这套。当初江浩把我们赶出来的时候，可没见您掉一滴眼泪。牧羊，你怎么说话呢？长辈的事有你插嘴的份吗？血浓于水，小浩再不对，那也是你表弟，是你爸的亲外甥。就是啊，镇山，你现在是出息了，开了大厂，可不能忘了本儿，忘了自家人啊！眼睁睁看着小浩的厂子倒了，你脸上就有光吗？都坐吧，花儿，给客人们倒茶。哥，我就直说了吧，小浩他已经知道错了，是他年轻被猪油蒙了心，只要你肯回去帮他拉他一把，以前答应你的25%分红，一分不少的补给你。不，他给你30%，另外再给你提2万的月薪，白纸黑字，马上签合同。当初他把6000块钱甩在我身上让我滚的时候，你们在哪里？我林振山这辈子靠的是手艺吃饭，讲的是一个信字，守的是做人的根。他江浩当初践踏的不是几万块钱的分红，是我这个当舅舅的一片真心，是一个手艺人的尊严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他现在需要的不是我这个老头子的技术，而是重新学学怎么堂堂正正做人。这个课我教不了他。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茶也喝了，都请回吧。我这镇山精工庙小，也有几十号工人等着我吃饭。林振山，你好狠的心，他可是你亲外甥啊！你就真的忍心看他倾家荡产、沿街要饭吗？牧羊，这是他干错了。牧羊，这批新设备一到，咱们的产能至少能翻1倍。赵总那边催得紧，这下咱们总算能喘口气了。是啊，周叔，我爸说技术要过硬，设备也要跟上。我已经联系了另外2家供应商，准备再招20个熟手，咱们的厂子要开始真正腾飞了。跟着林总干，心里踏实，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，工资还发得准时。江浩，你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。玩够了没有？我今天来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现在立刻关了你这个破厂，把你手下这帮土包子解散了，跟我回去。看在血缘的份上，我既往不咎。之前答应你的分红，我加倍给你。厂里副总的位置给你留着。道不同，你走吧。好你个林振山，给脸不要脸的老东西！你以为你这破厂能开几天？没有我的人脉，没有我的订单，你做出来的这些破铜烂铁卖给谁？你等着，我一句话就能让整个市的原材料都断了你的供。我们卖给谁用不着你操心，我们只知道林总靠的是手艺，讲的是信誉。做出来的东西是赵总那样的大老板抢着要的艺术品。江总，我们这里不欢迎忘恩负义、没有良心的人。林总专注做活，没空跟你计较。但我们这些员工眼睛是雪亮的，请你马上离开。反了，都反了！一群不知好歹的废物！你们给我等着！林振山，你给我等着！你们所有人都得给我跪下！爸，你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。都看什么？疯狗叫2声，咱们的活就不用干了。来，都过来。这个位置的内切角洞察要求是0.005毫米，比我们之前做的所有活都精细。都打起精神来，这才是我们该干的正事儿。机器是冰的，把心思放在活上，我们的路才能越走越宽。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我们老两口一辈子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你就别骂了，事已至此，都是你惯的。当初他要把你亲大哥往死里逼的时候，你就该一巴掌扇醒他。现在好了，报应来了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我没说。先生，太太，外面来了几个穿制服的人，说是法院的。江浩是吧？因你拖欠多家供应商货款及银行贷款，根据判决，我们依法对你名下所有资产进行查封，用以抵债。查封？不，你们不能这样，这是我们的家呀！
这栋别墅车库里的3辆车，以及你个人账户里的所有资产，都将被冻结拍卖。请你们在2小时内收拾好个人衣物，立刻搬离。这都是我的，谁敢动一下试试？没了，全都没了，我的车，我的房子。儿啊，你吃点菜，别光吃饭。还吃什么吃？厂子没了，家也没了，都是他自找的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别把你舅舅逼得太狠，血浓于水呀！你要是当初分他一点，他能不念着你吗？现在好了，大老板，我们哪门一家人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你满意了？够了！都怪那个老不死的，都怪林振山，是他抢了我的客户，是他毁了我的一切，是他见不得我好。混账东西，你到现在还不知悔改，人家凭的是真本事吃饭，你呢？靠的是坑蒙拐骗，是卸磨杀驴。我没错，我就是没错。等着，我一定会把所有东西都拿回来。我让你们看看，我江浩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倒的。老林、牧阳，你们爷俩也歇歇，天天都琢磨厂里的事儿。我给你们切点水果去。妈，不急，我正跟爸说，赵总那边介绍了一个航天研究所的专家，想来跟爸讨教一下钛合金的超金金刚工技术呢。谁呀？这么晚了？你来干什么？我们家不欢迎你！舅舅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是个畜生。我们家庙小受气你这尊大佛，你走！舅妈，舅舅，我厂子没了，家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我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。江浩，当初你把我爸的尊严踩在脚下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你哪来的钱买这些东西？我管朋友借的，舅舅，我知道您还在生我的气，是我鬼迷心窍。您只要肯出手帮我这一次，我那个被查封的厂子，我所有股份全都给你。不，厂子我不要了，只要您能让我回去，在您手底下当个学徒，给我一口饭吃就行。江浩，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你跪在这里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求您救我的厂。对，我当时帮你，是念在你是我外甥，血浓于水。可你呢？用我的这片真心换了你一时的荣华富贵，今天你又跪在这里，不是因为你认识到了自己的错，而是因为你走投无路了。你求的不是我的原谅，而是我的技术能再次成为你东山再起的工具。在你心里，亲情、尊严，所有的一切，都只是一笔可以随时拿来交换的生意。我林振山这把手艺可以传给任何一个踏实肯学的年轻人。但我这颗被你伤透了的心暖不回来了。手艺可以教，但人品我救不了。老林、牧阳，你们快看，这才1个季度，咱们的纯利润已经把之前欠银行的80多万全部还清，还绰绰有余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爸，周叔，我看了，赵总的订单量还在持续增加，我们现有的产能很快就要饱和了。我建议马上用这笔盈利，再引进2台德国最新的智能5轴机床，把旁边的仓库也改造成生产车间。我同意，趁热打铁。咱们现在不差钱，就是要扩大规模，把镇山精工的牌子彻底打响。设备要买，车间要扩，这些都对，但我还有一个想法，我想面向社会公开招收一批学徒，不看学历，不看背景，只要是踏实肯学的小伙子都招进来。爸，招人是应该的，但我不但要招，我还要亲自带，开一个技术培训班，把我会的东西从识图到调试再到保养，毫无保留的免费教给他们。老林，你疯了！这可是你压箱底的绝活，自古教会徒弟，饿死师傅。你免费交给外人，万一……技术如果只攥在一个人手里，那不叫财富，叫遗产。我们镇山精工以后不仅要生产全国最精密的零件，更要培养全国最优秀的技术工人。这门手艺不能在我手里断了根。爸，我明白了，我马上就去起草招聘和培训计划。各位兄弟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工厂的规模从今天起正式3倍！哇！从下周开始，厂里将正式成立技术培训班，由我亲自授课。无论是我们厂里的老师傅、新员工，还是面向社会招收的新学徒，只要想学，我分文不取，倾囊相授。林总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我们也能学你那手绝活？当然是真的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学成之后要凭良心做事，凭手艺吃饭，不能走歪门邪道。我们保证绝不辜负林总。谢谢林总。
这个内嵌式的涡轮倒角对刀具的角度和进速度要求极高，差之毫厘，整个零件的动平就会被破坏。小李，你来，我教你们手动设置补偿参数。记住，机器是死的，参你们的经验是活的。要用心去听机器的声音，用手去感受零件的温度，这才是技术的魂。爸，爷爷，这批给欧洲客户的样品第一件出来了，误差0.003毫米，完全达标。干得不错，你爷爷没白教你。这份50万欧元的订单能不能拿下，就看你们这批年轻人的了。机器是骨架，你们才是血肉。记住，越是智能化的设备，越考验人对工艺的理解，不能光会按按钮。放心吧，师傅，听声辨位的本事我们每天都在练。现在这机器打个屁屁，我们都知道是哪里不对劲儿。小浩，磨蹭什么呢？就你那点力气，晚上还想不想加鸡腿了？来了来了。舅舅，我错了。老林，你看你现在又是上电视，又是被大学请去做讲座，比当明星还风光，总算是苦尽甘来了。妈，这都是爸应得的。现在咱们厂的订单已经排到后年了。镇山精工这4个字，在行业里就是金字招牌。什么金字招牌？我就是一个做了几10年活的老匠人，这辈子起起落落都经历过了，也看透了。人这一辈子能依靠的，说到底还是自己这双手和心里那杆秤。手艺是立身之本，诚信是做人之根。只要守住了这2样，走到哪里都饿不着，也倒不了。